24岁时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离开待了近4年的大厂，组了个4人小队，来到这间小办公室，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，开启了一场艰难的创业之旅。转眼1整年过去了，幸运的是，公司并没有倒闭，团队也从刚开始的4人发展到目前的15人左右，公司的盈利也相对稳定。如果不算头发、健康和精神损失，发展确实还算乐观。老实说，创业这1年，我经历了之前20多年人生都从未有过的打击，甚至比高考的失利还要大。那过去这1年，我到底经历了什么，能把一名年轻帅气的小伙折磨成泱泱病号？且听我娓娓道来这段创业血泪史（括号未成功版）。4月刚开业，公司只有1位运营兼产品，1位销售兼运营，1名前端开发加1名后端开发，就是本人。虽然就这几个人，但我当时热情高涨，信心满满，觉得凭着自己做项目的经验，再加上 AI 的爆发，有非常多成功的机会。所以我带着仅有的1名前端同学就开干了。因为我真的很想做出一款属于自己的产品，所以并没有直接拿开源代码套壳，而是完完全全从零开始，用了1个月左右的时间，上线了鱼聪明 AI 这样的 AI 助手平台。刚开始很顺利，上线1周左右，用户数就突破了5万。我也开始幻想自己能够成为比尔盖茨了。当时对外给我的读者和学员免费送了大量会员福利，对内呢还带着同事们一起去北京团建游玩。但是变化来得太突然了，6月初我们的产品就破产了。这件事给了我沉重的打击，毕竟公司的第1个产品，做了这么久的产品，给予了这么大希望的产品，突然就破产了，搁谁头上谁发怵啊？都说要拥抱变化，我他妈拥抱不住啊！经过后来的冷静分析，破产的原因主要有3点。首先是 AI 产品遭到了大规模的封杀，我们迫于无奈只能停止推广，产品的新用户也骤减。第2点是越来越多的同类套壳 AI 产品加剧了行业的内卷，导致我们收入减少。对用户来说，其实大家并不在意这个东西是不是你自己做的，能解决他们的需求就行了。即便我们从零开始写代码，很多人也会觉得我们跟套壳的没有任何区别，甚至有些体验还不如套壳的。第3点，我们前期发展过于理想了，导致我们白送了大量的会员，被薅了羊毛，没有控制好成本。那通过这件事，我也意识到，在没有稳定的、有竞争力的高质量团队的情况下，追求爆款的代价太大了，不如踏踏实实做点有长期价值的事情。所以我决定从自身和学员的需求出发，做一款求职写简历的工具类产品——老于简历。我也意识到了，不能再用传统码农的思想自己再去写代码了，应该把工作下放。于是呢，我从自己的编程导航学习圈中招募了1名很优秀的后端开发同学，跟我们的前端打配合，专注于老于简历的开发。其实这个阶段啊，我何尝不想招更多人来加速产品的开发呢？但因为自己做事的风格是相对来说追求稳定的，感觉自己的管理经验还不够，所以也不敢盲目扩张。7月到8月的时候，公司的发展非常稳定，但是呢，我却对外发布了一篇文章，标题为公司太稳定了，我好慌。为什么慌呢？因为公司是稳定的赚不着钱呐。相比之前我做自媒体和编程教育，开公司后收入稳定的没有增长，成本却大幅增加，场地、设备、员工薪资都是成本。而且当时我给所有员工配备的都是高配的苹果电脑。虽然毕竟是创业啊，但还是想给大家更好的工作体验。为此呢，我必须要带领团队扩张新的业务。欣慰的是，经过2个月左右的磨合，团队同学们和我都适应了工作节奏，我也可以从写代码的工作中抽身，让我有了更多的空余时间。这2个月呢，我主要做了3类事情。1，继续自媒体内容的分享，想为公司带来更大的流量。比如当时我花了几周的时间写自己的专栏，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啊，我很后悔做这件事，因为我们没有盈利业务的情况下，现阶段做这件事情对团队的收益极低，写作更多的是满足了我个人的兴趣，所以现在来看，我把它认为是一种摸鱼。第2点，我尝试开设高客单价的产品，1对1编程私教服务。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了，但是我敢做这件事，是因为自己在社群里带了很多同学上岸，感觉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。有了上次的失败经验，这次我选择灰度。
只在社群里精挑细选了几名学员，我亲自带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做了短短几天，我就放弃了。为啥呢？虽然当时学员都很满意啊，但我实在是太累了。这种完全1对1的模式，注定是无法持久的。不过虽然这事没做成，我还是得到了不少经验，尤其是意识到了合作的重要性。当我们人力有限的情况下，想要增加营收，就需要借助外力，互利共赢。于是这段时间呢，我在线上线下疯狂的找人交流合作，最后联合其他信任的博主一起开设了编程后端训练营、前端训练营以及考研辅导社群，也成功为我们增加了盈利点。第3件事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带团队开发产品。除了帮大家轻松写出专业简历的老于简历外，我们当时还提供了帮创作者提升效率的工具知识助手，以及知识百科类网站蛋蛋百科。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啊，这几个产品在当时竟然是由我们仅有的2名开发同学做的，虽然略显粗糙啊。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搞这么多产品呢？我的想法是为了布局。在我意识到做爆款的难度后，我决定追求长期发展，先提前占坑。而且我自己是技术出身，项目经验丰富，所以非常注重开发效率和技术沉淀。我带着开发同学打造了快速开发项目的模板，同时保证任何功能只需要开发1次，其他项目就能直接使用。所以我们开发新项目的成本并不高，还能在这个过程中持续提升团队的能力，沉淀更多的技术能力。那等未来我们的主营业务稳定后，再去扩招专业的产品运营和更多开发，来激活和发展我们这些项目即可。那同时做这么多事，再加上我一直在直播带学员做项目答疑，再加上每月巨额的开销，那这几个月啊，我差不多是要得焦虑症了，而且身体每况愈下。比如我直播1场之后，就会持续咳嗽好几天。给大家欣赏一下我当时的日记啊，应该就能从字里行间中感觉到我当时的无奈了。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麻了。那当时我真的是又累又迷茫，还经常跟我团队的同学吐槽，写代码啊，真的是最简单的事情，起码机器不会欺骗你啊。那去年的9月和10月是我最忙碌也是最迷茫的时期，因为当时已经做了很多产品，却没有实质性的收益和里程碑，那就会怀疑自己，陷入更深的迷茫。前辈说，当你觉得越忙，事情越做不完，越需要静下心来审视自己的工作和规划，学会解放自己，否则只会越陷越深。于是我问自己，我现在做的种种工作真的需要自己来吗？比如做项目，我的职责应该是整体的项目设计、推进和指导，保证团队能顺利完成就好，而不是去改 bug、做调研、写文档，什么都亲力亲为。更多的呢，应该是去做公司的决策，争取资源，真人出镜直播，这种只有我能做的事情。于是这2个月，除了迭代更新我们原有的产品外，我重点做了以下2件事。1、团队内部建设，包括完善和优化公司内部的知识库和文档，整理可以通过招人进行下放的工作，针对这些工作沉淀工作流文档。工作流的目标是让其他人看了这种文档也能快速上手并完成工作。第2点是招人，必须要招人，解放自己。但招人谈何容易呢？我们在各大平台都发起了招聘，大家也都很热情投递，但我们并没有专业的 HR， 都是我和另一名同学看简历、约面、面试，而且很多简历都是无效简历，效率不高，消耗了大量的时间。最让我受到打击的是，有一些我很看好的同学，面试结束后就去别家了，感觉像是被求职者刷了 KPI 一样。唉，谁让我们只是一个创业小公司呢？记得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我仰天长啸，想找到合适的人真是太难了，知音难觅，知音难觅啊！也是这段时间，由于长期熬夜、直播耗气、饮食不规律、精神压力大，导致我的肠胃经常疼痛，经常往医院跑，甚至专门住院做了检查，也打乱了工作节奏。那住院后，我就知道珍惜自己的身体了。后来养了一段时间，稍微好一点，但最近我还是要去复诊。所以各位朋友们啊，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，一定要吃早饭，一定要饮食规律，一定要少熬夜，压力大的时候要学会舍得。后来关于招人难这点，我也请教了一些前辈，那其中有一个思路我觉得非常好，创业公司不能只靠待遇来招人，而是要突出自己的产品优势，吸引志同道合的人。于是呢，我们重点优化了招聘文案，并且为了更好地向大家展示我们的公司，我利用建站工具快速搭建了我们的公司官网，
传递了我们的理念，用科技节约您的每一分钟。和招人聊真的是能解决问题的。终于在11月初，我们招到了合适的新人，包括开发、销售、产品和运营，团队的总人数一下子升到了10人左右。原来的小办公室都坐不下了，所以我扩张了公司的地盘，拿下了一个更大的办公场地。看着新面孔和新办公环境，我瞬间感觉轻松了不少，充满了希望。那有了之前积累的管理经验和沉淀下来的工作流，这次新人上手工作都比较快。我们也顺水推舟地启动了几个新的业务，比如简单易用的多设备代码分享神器代码小抄，分享每日优质科技信息的自媒体，还有颜值天花板的剪切板增强工具剪切助手。那这些工具的制作初衷都是为了帮大家提高效率，节约时间，符合我们公司的理念。当然，团队的扩招也意味着公司的管理模式要进行相应的改变。比如开发同学增多，我们就要更注重内部的技术沉淀、开发规范和文档建设，还有工作模式的改变。以前人少的时候，我们所有同学共用一个工作记录表格，但现在人多了，集中的记录表就不适用了，我们就选择了大多数公司都在用的周报加周会的模式，便于定期了解和复盘团队成员的工作。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，公司都属于稳定发展的状态，大家各司其职，没出过什么大问题。但唯独有一点还是没有变化，那就是我真的很累，因为所有同学的工作都需要由我来规划和分配，有任何事都要向我反馈，工作都需要找我确认，出了事都需要我来扛着。我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处理碎片化的工作消息，很难抽身去专注于做一件事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曾经让团队一名同学承担项目管理的工作，尝试帮我分摊压力。但后来他也发现，由于公司产品和业务太多，每个人的工作又不同，即使经常主动询问，也存在信息差，不好管理所有人的工作进度。那这种问题呢，一直困扰着我，直到2月底，机缘巧合下，一位有经验的产品大佬加入了我们团队。他发现我们团队同学缺少创业的激情，而且工作效率不高。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，任何工作都是由我规划、由我分配的。如果有一天我不在，可能就会影响团队的部分工作推进。于是他提出了负责人模式，每个产品都有一个负责人，区别于之前我来分配工作，大家机械的完成。现在呢，我只需要定好计划，剩下的就是由负责人整理需求，主动发起会议安排工作，自主安排工作，上线后呢，主动汇报。当然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肯定会一起交流讨论，并提供一些指导建议。试行负责人模式1个月后，我发现大家的自主性更强了，成长也更快了。尤其是开发同学，不再是只会写代码的码农，而是在产品、运营、数据等多个方面都有了自己的思考，相信很快就可以独当一面了。与之相应的，我也变得更轻松了，开始有时间去挖掘合作机会，进一步提升流量和影响力。那时间回到现在，经过1年的积累，我有了更多的管理经验和更清晰的规划，再加上各个产品的增长相对稳定，团队积极性的提升，让我的压力也小了很多，感觉看到了更大的希望。所以就在前不久呢，我开启了进一步的扩招，包括开发、运营、用户增长、技术负责人等岗位，完善团队的能力。有了之前的招聘经验，这次的招聘质量和效率都高了很多。我也让团队的同学担任了1面的面试官，帮我减轻了不少压力。我也不再认为招聘是痛苦的了。很快我们就招到了几位新同学，也就有了现在的团队。那现在的我已经不再迷茫，对未来也充满了信心。这就是我的创业故事。其实很多个人经验都已经在经历中讲过了，那再做个简单的总结吧，概括一下这1年来我的感受和改变。第一点就是创业前，我天真的以为开公司之后可以有更多自由的时间，我能更专注于做好一件事。那刚创业时，我还保留着独立开发者的思维，自己写代码，什么事都亲力亲为，很多事情自己扛。结果换来的就是低效、焦虑、迷茫的恶性循环。那当时我的感受是，好怀念以前只用写代码搬砖，出了事有上级兜着的时光啊。那创业的这1年，我做过 HR、销售、客服、讲师、前后端开发、产品、运营、市场、公关、管理、数据分析，甚至是清洁工，还有行政等各种工作。自己有了一定经验后，也学会了下放工作来解放自己，然后我就可以尝试更多新的工作。相比于之前只写代码，我其实更享受现在这样多元的工作状态，感觉充满了新鲜感和可能性。我变强了，我变强了，我变强了！
第二个变化是，刚创业时我很害怕踩坑，害怕失败，但是经历了越来越多的失败后，我发现自己不仅没有麻痹，反而上瘾了。因为每次失败都会有相应的成长，产品破产让我有了更多对产品和商业的思考，招人不慎会让我更谨慎地调整招聘标准，出了线上 bug 会让我们更注重研发流程和规范，合同被违约会帮我们提升法律意识，更注重合同的细节。现在的我越来越享受踩坑的过程，心态也更加稳定了。我不会像以前一样畏手畏脚，而是有了清晰的想法后就立刻去做，大胆去做。因为路是自己走出来的，经验是只有踩坑才会积累来的。前期的踩坑和失败是为了以后的顺利和成功。那还有很多我创业后才明白的道理，给大家分享几条。再聊一聊我对未来的规划吧。去年我更多做的是踩坑、积累、尝试和布局，而今年呢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争取做到以下4点：一、打磨一款稳定盈利的、用户认可的好产品；二、持续完善工具类产品，争取帮助到几十万用户；三、提升编程导航的影响力，打出自己的品牌；四、拥有一个稳定、高效、相互信任、充满激情的团队。那我相信关注我们的朋友能注意到我们现有产品的高速迭代，而且呢，再过不久，我们就会在正式发布一个新的产品哦。猜到是什么的朋友，可以在弹幕打出答案。最后我想说，虽然创业是艰难的，我也曾受到很多的打击，但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我一定会坚持到底。感谢看好我们的人，更感谢不看好我们的人，因为现在这个阶段呢，我反而更期待质疑的声音，这会让我持续保持警惕，也才会有更多改进的机会。而且我觉得比起打顺风局，逆风翻盘才最有意思，不是吗？但无论大家怎么看待我们啊，我认为我们是在做正确的、有意义的、让我自己快乐的事情。我们在为更多用户带来价值，这就足够了啊！当然了，也希望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。感谢您的观看，也期待大家可以多多为我们3连，并且持续关注我们的动态。谢谢大家。